学们，今天这堂课我们将要学习的是板块构造理论下的沉积盆地。盆地是指那些四周较高、中间低的盆形沉积地区，或是持续接受沉积的地区。而沉积盆地是沉积岩或沉积物分布的地区。其中含油气盆地是指已经发现有工业油气流的盆地，或者有油气形成过程的盆地。开展盆地研究，首先就面临着分类的问题。历史上也有许多经典的分类方案，其中狄更森根据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，将盆地分为裂谷型盆地和造山型盆地，两者又可进一步划分为8个小类。首先是裂谷型盆地，第一类，基底克拉通盆地，位于大陆内部的裂谷盆地，盆地基底已变薄。第二类，边缘奥拉谷，位于大陆边缘凹陆部分，向大陆内部延伸的夭折裂谷。第三类，原始大洋裂谷，在2个大陆地块之间开始出现狭长的洋壳，但沉积作用仍然受到两侧大陆的影响。这3种是陆块没有完全裂开的情况下形成的盆地。第4类，帽地斜沉积棱柱体，位于大陆和大洋过渡带的陆阶、陆坡和陆垄上的沉积复合盆地，并将张裂的大陆边缘埋盖起来。第5类是陆地，位于张裂大陆边缘的外沿，形成逐渐向海洋方向推进的沉积物。第6类是新生大洋盆地，在大洋中极与大陆地块之间，由于新岩石圈的增长和下沉的形成的盆地。这3种是陆块完全裂开的情况下形成的盆地。第7类，扭张性盆地，沿着转换断层系发生的拉开盆地或楔状断线盆地。第8类，湖间盆地，由于沿江湖裂开、湖后扩张而形成的小洋盆。这2种是与转换断层有关的混合型裂谷盆地。造山型盆地，第1类，海沟，由于板块俯冲所形成的深海槽。第2类是斜坡盆地，发育在海沟与斜坡转折点之间的构造。第3类，湖前盆地，形成在岛湖与海沟间隙内。这3种是沿岛湖造山带、海沟一侧与消减杂岩体发育相关的盆地。第4类，周远前路盆地，与碰撞造山带相邻，发生在克拉通周缘的盆地。第5类，湖后前路盆地，与岛湖造山带相邻，发育在大陆边缘沿江湖的后面。第6类，破裂前路盆地，位于造山带的前路盆地，由于基底变形和块断所引起的构造凹地。这3种是与造山带的变形异步毗连的克拉通边缘前路环境中形成的盆地。第7类，扭压性盆地，沿着转换断层系可以出现扭动褶皱和向下凹曲的盆地。第8类，残余大洋盆地，沿着岛湖、海沟系的边界，由于老岩石圈的消减而产生的收缩盆地。这2种是在岛湖造山带和碰撞造山带以外有压缩而形成的盆地。在板块构造理论框架下，盆地的分类
按照其所处的板块构造背景进行划分，即离散背景、聚敛背景和转换背景。相应的盆地类型划分方案为伸展型，包括大洋盆地、被动大陆边缘盆地、裂谷盆地、克拉通盆地。汇聚型主要包括海沟、湖前盆地、湖间盆地、湖后盆地、前路盆地，包括周原前路盆地、湖后前路盆地、再生前路盆地。走滑型，走滑盆地。伸展型盆地主要构造特征是由岩石圈受拉张而伸展、减薄形成的裂线或裂线凹陷盆地，其基底构造样式主要由基底拆离断层和伸展断块组成。盖层伸展构造变形主要由伸展正断层、断块和相应的背斜组成。汇聚型盆地主要构造特征由挤压作用形成的盆地，或者受逆冲断层控制的盆地，常与板块俯冲和碰撞作用有关，表现为地壳或岩石圈的收缩变形。其基底构造样式主要是大型基底逆冲断裂，发育在湖前盆地的靠路一侧，以及前路盆地的靠造山带一侧。盖层冲断层主要构造类型为叠瓦式逆冲断层、双重冲断层、反向冲断层等。走滑型盆地是指沿着大型走滑构造带分布，由走滑作用形成的盆地，或者受到走滑断层控制的盆地，其规模可以小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凹陷，大到几十平方公里的断线盆地，形态一般为菱形或者长条形，长轴方向与走滑构造带方向一致。走滑断层的活动可形成于张扭和压扭两种环境，分别发育张扭盆地和压扭盆地。前者称为走滑拉分盆地，后者称为走滑挤压盆地。同学们，今天这堂课就到此为止。